这间组合屋上色彩缤纷的画作，全出自30岁的阿卡勒之手。他是叙利亚的建筑工程师，4年前带着妻小住进难民营，担心2个女儿忘记祖国，就把大马士革的街景和家乡的古堡清真寺全画在组合屋上。كانت بيت كانت قد هاي对 من عمر هاي كانت يعني الحمد لله ما احنا ناقصنا شيء هون بس يعني نتمنى اي واحد سوري انه يرجع على بلده سالم。艳丽的城堡是大人埋在心底最深处的乡愁，但不懂世事的孩子们却天真的在这个回忆前拿着玩具枪模拟战斗。他们在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纪就来到了约旦，家与国对他们来说都是既熟悉又陌生。一旁被圈起的黄土荒地是难民营里唯一宽广的空间，或许也是他们以为的全世界。看着欢乐的笑颜，我们却开始悲伤起来，因为远处的坦克、带枪的军人，还有翻越不了的铁网高墙，都在说着同一件事：这里没有自由。بتقول الطبيعة ما بتعرف ساعات تسأليها تقولي لها مثلا طولنا شوي كل ما طولنا أكثر كل ما قعدت تبلش 对我们来说，最平常的事物却不存在巴图的世界。难民营里平均每天都有80个新生儿诞生，他们也将像巴图一样，不知道什么是树木，什么是河流，更不会知道什么是叙利亚。在扎塔里难民营入口的附近，也可以看到几个由联合国救济的帐篷。这些家庭同样来自叙利亚，他们是在2011年内战一爆发的时候就躲到约旦来避难，到现在已经超过4年。憧憬外头的世界，向往更多的自由，于是部分叙利亚人逃到约旦之后，选择自力更生这一条路。约旦北部的省份这几年人口都暴增了1倍，全都是躲避战火的叙利亚移民。阿米娜来自叙利亚北边的古都大城阿雷坡，2年前逃到约旦，但老公在路上被炸死。她带着9个孩子，好不容易到了难民营，却被人蛇集团哄骗，搬到营区外。有2个女儿被炮火炸聋了耳，最小的儿子受到太大的惊吓，不能言语。联合国难民署每个月发放120约旦币和台币5400元的救济金，但是连房租都付不够。How do they survive? Must be donations or pay help from people, but they don't have any source of income. None of the family members works. 阿米娜原本不想上镜头，害怕家乡的人看到她的狼狈，但为了控诉战争带来的伤害，她已经顾不得自尊。而这个看起来像是个废弃的工地，竟然也是难民们的家。A woman and her husband and her mother-in-law and father-in-law. The house is rented. They came here 3-4 years ago, and none of them is allowed to work yet. The house rent is 100 JDs, and they pay for water and electricity separately. As you can see, it's not even finished yet. Yeah. قديش تقريبا? They get income as support 70 JDs a month. Per person, per month? No, per house, per family. Or per family? Yeah. From NGO? Yeah, from a certain NGO.
And that's as in the same case before, it's not even enough to pay for rent and salary. 位在边境的这几间废墟之中，竟然挤了至少25个叙利亚家庭，人数多达200人。So far, Syrians are not allowed to work, and they risk being deported back to Syria if they get caught while working. And still, like a lot of them risk it and just go ahead and work because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survive than working. 欧玛老公的双眼被流弹打瞎了，5个孩子，1个女儿的脚被炸断，耳朵也震聋，全家生活的重担都落在欧玛一个人的肩上。بالمزارع بلقط فواكه من الساعة 6 للساعة 4 6 ليرة. 日子能过吗？孩子的未来怎么办？欧玛告诉我们，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把大家喂饱。他没办法想明天以后的事。逃离了战火，纵使得到了片刻的平静，却要面临人生另一种磨难。这一天，穆罕默德邀请我们参加他19岁的儿子萨赫拉的婚礼。依照回教习俗，新娘不能在大庭广众下露面。他的媳妇只有15岁。就像所有的婚礼一样，有派对，也有食物。Very nice, very nice. Okay. No problem. 只是在这里，早早嫁人，除了情投意合，更是一种对生活的妥协。因为8万人的难民营只配置了500名警力，女孩们唯有依靠夫家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先前在电力被切掉的凌晨3点后，漆黑的难民营中曾经发生过好几起性侵事件。أنا لما أجيت ما كنت أم حنان إيمان اللي حاليا أنا كنت بالبيت كنت هيك هادية وكنت ضعيفة شوي مو ضعيفة إنه بمعنى الضعف بس إنه خلص ولا هسه حاليا 一场打不完的战争，已经改变了所有叙利亚人的命运。妇女被迫坚强，孩子被迫提前长大，面对生离死别。只是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终点 ？They think when the war is going to be the end. ما في إحنا أول شغلة جبناها التلفزيون لما ما كان معنا حق أكل جبنا التلفزيون لسبب عشان نضل نتفرج على الأخبار عشان نشوف شو صار ببلدنا حرب ما في مجهول المأساة اللي إحنا عايشين بلدنا اتدمر 回家的道路近在咫尺，返乡的日子却遥遥无期。泪水仿若干涸的绿洲，早已流尽，但国破家亡的悲伤，却像随时飘起的沙尘，没有终止。扎赫塔里的人们逃过了大炮，逃过了子弹，却逃不了故乡泥土召唤的锥心之痛。那像是在心头上刻着刀痕，没有伤口，却血迹斑斑。巴图何时能看到树木和河流？印提萨什么时候能和母亲重逢？阿卡拉能带着一家人回到画中的故乡与街道吗？大地苍穹，无声无语。人类史上的一页悲剧，也正无穷无尽地
侵蚀着这片中东沙漠。欢迎回到圣战下的玫瑰城，聚焦约旦。时光倒回19、20世纪交界，今天的约旦和叙利亚都是鄂图曼帝国的领土。当时四处殖民的英国派出了一位军官 Thomas Lawrence， 就是后来人称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来协助阿拉伯人革命，推翻土耳其的统治。后来革命成功，但中东也被西方列强瓜分。英国的中东专家塞克斯和法国的外交官皮科，两个人就用尺和笔一画，将中东一分为二。叙利亚、黎巴嫩和部分的伊拉克成为法国的托管地，而英国则拿到约旦和另一部分的伊拉克。这就是著名的塞克斯皮科协定，没有顾及种族和宗教分布，就划分的笔直国界，硬生生撕裂了原本的族群。这纸协定也种下了今天中东战火冲突不断的根源。而在战云密布的世界，夹缝中的小国要如何走出自己的路？一栋栋白色建筑层叠交错在山头上，色调和谐，节奏匀称，仿佛有双大手打理过。这个被7座山头环绕的都城，正是约旦首都安曼，也被称为是7山之城。约旦脱离英国统治，独立建国不过70年，但早在3000多年前，崇拜埃及太阳神的阿蒙王国就曾在这里建都，当时称为阿蒙，后来演变成安曼。时间的流沙堆砌出历史的遗迹，但奇妙的是，风蚀倾颓的断垣残壁和现代规划的白色山城，竟然完全没有违和感。新旧融合的浑然天成，向人们诉说的是昔日的辉煌，还有数千年下来的沉淀洗礼。首都安曼是约旦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早在3000多年前，它就曾经是一个小王国的首都，而历史上更曾经被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和鄂图曼土耳其统治过。因此，在城里到处可以看到1000年多元的古文明遗迹，这让约旦人比起其他伊斯兰国家拥有更开放、包容的心胸。走在安曼最热闹的国王大街，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异国风情。因为早在2003年开始，先是美伊战争，后有以巴冲突，如今叙利亚内战，大批难民流散四处，周边国家避之唯恐不及，但约旦却成了避难所，使得国内人口10年来从600万暴增破了1000万。在路上遇到的每3个人，就有1个人是外来移民。And of course, the wisdom of our leadership, King Abdullah II, he has a vision, and of course, this reflects on the people. We love our leader. That's why we are open arms to our friends, our guests, and the refugees. Refugees are part of this. 为什么约旦是难民躲避战火的应许之地？约旦王室又扮演什么角色？经过长时间与特殊管道的沟通申请，我们终于得到王室许可，深入约旦皇宫进行采访。Nice to meet you. Very good to meet you too. I'm Molensu from Taiwan. Good to meet you. 哈桑宾塔拉哈山亲王是现任国王阿布都拉2世的叔叔，在英国贵族名校 Harrow School 留学，之后在牛津大学攻读东方研究，精通7国语言。1965年，中东情势紧张，
他被哥哥胡申国王立为约旦王储，不但在国内掌大权，更是国际外交场合上约旦的代表人物，还曾经来台访问过。但后来病危的胡申国王依旧决定传子不传弟，结束了哈山长达34年的王储生涯。As you know, I have left public office, but I have served my country for 4 decades. And I believe that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the people. I'm not important. 与王位宝座就此擦身而过，自己从绚烂归于平淡。但当时掌握大权的哈山亲王却没有任何芥蒂，依旧是现任国王执政最好的参谋和导师。这样的风范就展现在约旦的治国处事上。On one occasion, I said to an Israeli politician, "How do you describe your foreign policy?" And he said, "Well, we are surrounded by enemies." I said, "Oh, you think you have a problem? We're surrounded by friends."